小行星近距離飛掠，3顆太空岩石比月球更靠近地球。2026年5月初，地球身邊悄悄發生了一件事，在短短幾天之內，3顆小行星接連從地球附近掠過，最近的距離甚至比月球還要近。聽到這裡，很多人第一反應可能是不是差點撞上？地球是不是剛剛躲過一劫？答案是沒有，他們沒有撞向地球，也沒有造成真正威脅。但這件事仍然值得我們認真看一眼，因為它提醒我們，地球周圍的太空從來不是一片空曠的黑暗，那裡其實很忙，有碎石，有塵埃，有冰冷的岩塊，也有一些速度極快、體積不大卻很難提前發現的近地天體。而真正讓科學家在意的正是這一點，我们到底能多早發現它們，又能不能在真正有危險之前爭取到足夠的時間。今天我們就從這3顆小行星說起。2026年5月7日、5月9日、5月11日，3顆新發現的近地小行星先後進入了月球軌道以內。它們不像電影裡那樣拖着火光撲向地球，也沒有讓天空變色，它們更像是一支安靜的夜行車隊，在大多數人熟睡的時候從地球旁邊擦身而過。比月球更近這句話聽起來很驚人，但我們要把距離說清楚。月球距離地球平均大約38萬4千公里，一顆小行星只要從這個距離以內經過，就可以說它比月球更近。可是比月球更近不等於貼着地球飛，更不等於即將撞擊。這3顆小行星依然是在數萬到數十萬公里之外安全飛過。對人類來說，這是遙遠的距離；對天文學來說，這已經算是從家門口掠過。這就是太空尺度最容易讓人誤解的地方，它既可以很遠，也可以很近，遠到我們完全感受不到，近到天文監測系統必須把它記錄下來。從大小來看，這些天體並不屬於真正意義上的末日巨獸，它們更像是太空中的巨石，而不是能毀滅文明的高山。而且小行星的大小並不是拿尺子量出來的，天文学家通常根据它反射的光来估算。如果一顆小行星表面很黑，它就可能比看起来更大；如果它表面比較亮，它就可能比看起来更小。所以科学家描述它们的尺寸时，往往会給出一個範圍，而不是一個絕對數字。那如果這樣的小天體真的進入大氣層，會發生什麼？大多數情況下，它們會在高空燃燒，變成一道耀眼的火球，有時可能伴隨爆炸聲，甚至形成音爆。但這和大陸級災難不是一回事。在小行星問題上，大小決定一切。1908年，西伯利亞發生過著名的通古斯大爆炸，一個較大的天體在空中爆炸，衝擊波夷平了大片森林，那是小天體撞擊地球的典型警示。但2026年5月，這3位太空訪客和通古斯那種等級還相差很遠。他們真正的意義不在於差點毀滅地球，而在於告訴我們，有很多小型天體正在地球附近來來往往，有些我們能提前看見，有些只有等它們靠近時才突然出現在望遠鏡視野裡。這才是行星防禦真正關心的問題。很多人以為最危險的小行星一定像山一樣大，其實超大型天體反而比較容易被發現，因為它們反射的陽光多，從很遠的地方就能露出蹤跡。真正麻煩的是那些幾米到幾十米大小的天體，它們小、暗、速度快，背景是一整片星空，它們就像黑夜裡飛快掠過的一粒碎石。等我們看見它们時，它們往往已經很近了。2013年，俄羅斯车里亞賓斯克事件就是一記響亮的警鐘。當時，一個直徑大約18到20公尺的天體，
幾乎沒有明顯預警，就闖入地球大氣層。它在高空爆炸，衝擊波震碎了大片區域的窗戶，導致1500多人尋求醫療幫助。它沒有砸出巨大的隕石坑，它也沒有威脅整個地球，但它證明了一件事：小不代表完全無害。2026年5月，這3顆小行星遠沒有車里亞賓斯克事件那麼驚險，它們沒有進入大氣層，也沒有造成任何破壞，但是它們屬於同一類值得密切關注的近地天體，不大，卻可能不容易提前發現。多數無害，但少數一旦進入城市上空，就可能造成局部影響。3顆小行星在幾天內接連飛過，難免讓人想問：這是巧合嗎？它們是不是來自同一個碎裂天體？是不是地球剛好穿過了一條看不見的太空碎石帶？目前單靠時間上的接近，還不能下結論。在天文觀測裡，隨機事件有時會看起來像某種排列，尤其當這些小天體都是在接近地球前後才被發現時，發現時間本身也可能造成錯覺。所以科學家不會只看它们什麼時候來，還要看軌道、速度、方向和未來路徑。在幕後，這是一場長期而安靜的計算戰。NASA 的近地天體研究中心、歐洲太空總署的近地天體協調中心以及全球各地的天文台會把觀測資料匯集起來，每多一次觀測，軌道就能算得更準；每更新一次軌道，風險判斷就更清楚。這些資料會進入近地天體目錄。如果某個物體未來可能接近地球，它就會被標記、追蹤、反覆計算。而新的觀測工具也正在改變我們看見太空岩石的能力。像 NEOWAS 這樣的紅外線巡天任務，以及規劃中的近地天體巡天者，重點就是尋找那些在可見光裡不明顯的暗色岩石。因為有些小行星表面很黑，反射陽光很少，用普通望遠鏡看，它們就像藏在夜色裡。但紅外線觀測可以捕捉它們自身的熱輻射，讓一些看不亮的天體也能被找出来。這就是未來小行星監測的方向，看得更早，算得更準，反應更快。因為行星防禦最重要的，不是最後一刻的英雄行動，而是提前知道。如果一顆有風險的小行星在數年前就被發現，人類就有時間確認軌道、評估大小、研究成分，甚至規劃改變它路徑的任務。但如果直到它抵達前幾天，甚至前幾小時才看見，選擇就會非常有限。NASA 的 DART 任務曾經證明，小行星偏轉在原理上是可行的。那次任務中，人類把一艘太空船撞向小行星衛星迪莫福斯，成功改變了它的運動狀態。這不是科幻電影，而是真實發生過的實驗。但關鍵在於4個字：條件合適。要改變一顆小行星的路徑，需要預警時間，需要準確軌道，需要了解它的大小和結構，還需要完整的任務規劃。這不是等到危險臨頭才臨時想辦法能完成的事。所以偵測是一切防禦的起點。看見了才有時間判斷，判斷了才有時間準備，準備了才可能真正改變結果。那麼對普通人來說，這3顆小行星到底意味着什麼？最準確的說法是，它们安全飛過了，它們沒有撞擊地球，它們也不是地球突然陷入危險的信號。但是它們提醒我們，地球並不是在一個完全安靜的宇宙房間裡運行。我們每天都穿行在太陽系的碎片環境中，絕大多數碎片毫無威脅，甚至永遠不會被人注意。但少數天體仍然值得我們提前找到，持續追蹤。好的科學傳播不應該把這件事說成3顆小行星差點撞上地球，那樣驚悚卻不準確。更準確也更重要的說法是，3顆小型近地小行星在短短幾天內從月球軌道以內安全掠過，這凸顯了人類追蹤小型近地天體的挑戰。這不是恐怖故事，
這是一個關於偵測、計算和準備的故事。每一次小行星靠近地球，都像是對監測系統的一次考試。它考驗我們能不能及時發現，能不能快速計算，能不能清楚告訴公眾它危不危險，距離多遠，會不會撞上。而這一次，答案是沒有危險，但仍然值得記錄。因為真正的行星防禦不是等到天空出現火球時才開始，它開始於一架望遠鏡的凝視，開始於一組軌道數據的更新，開始於科學家在深夜裡確認這顆天體會安全飛過。2026年5月，3顆小行星比月球更近距離掠過地球，它們沒有帶來災難，卻帶來了一個提醒：宇宙很大，但地球周圍並不空，危險很少，但監測不能停。我們越早看見那些黑暗中的來客，就越能從容面对他們。這一次的重點不是驚慌，而是發現；不是末日，而是預警。3顆太空岩石安靜掠過地球身邊，他們走了，但他們留下的問題仍然值得人類繼續仰望天空。感謝觀看。